半决赛是抢10的啊，这个半决赛是抢10的。然后咱们这场比赛看的意义就不大啊，咱们看的比赛是何俊和阿生的比赛，这才是重中之重啊，对不对？这才是重中之重啊。然后他们也不同时进行了啊，既然你不同时进行，我也不跟你扯，是吧？我也不跟你扯了。这个决赛是挥声大战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决赛挥声大战，但何俊刚才也非常牛啊，你自信挺厉害的，兄弟们。自信是正儿八经的 A 组灰组的小组第2，把包王给淘汰掉了，对吧？那自信被何俊7比1呀，差一点点就剃头也说不定。余地直接下播了，余地敢不敢线下找阿生开枪？余地还是不行啊，开枪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讲，余地应该是没有老板，有老板就直接，对吧？找个第三方开枪，不用开，不用你开，老板出钱，对吧？谁赢谁拿走，行不行？线下，当然没有老板啊。这如果要是搁什么河池啊、叶枫啊、灰呀，如果说真是要急眼了，说要咱也不叫开枪嘛，现在你开枪就是其实开枪是赌博的，当然有人赞助的话还好一点。对吧？书生是线上谁也打不过，书生是线下谁也打不过是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按照我的理解啊，是什么呢？我说一句，咱们先不说别的事儿啊，我就是因为我跟书生其实并不认识啊，就是有微信，刚才也是有微信，认识也不多，就是说以前聊过天，跟97都毫无关系。然后呢，最近97我也不怎么播，我是2024年，我今天是6月16号，第一场正式的大型线上比赛啊，我是第一次解说，已经半年过去了，我是第一次解说，所以说我对这些事儿我也不了解。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？我告诉你，极大概率，99%概率是有利益瓜葛。在有利益驱使的情况下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。咱们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？马保国还有那么些武林大师，对吧？这个门的那个门的，太极形意的，什么又混元太极是掌门人马保国的，是不是？这都是要吃饭，有的网红那要吃饭的呀，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那目的是为了啥呀？那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加入进来，大家伙能跟着吃饭，那更好了呀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吧？分4的小，我刚才刚喝的茶，你看这茶叶还在这儿呢，刚喝的茶，然后但是我寻思。茶叶吧不润不爽口，爽口的话我还好一点。好，现在呢是师徒大战，师徒大战的意义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是这个形容吧啊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他在演。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演，然而他还在演，但没办法。就这个事儿呀，有的时候想包装出来一个人啊不容易。还有一种人是阴谋论，什么阴谋论呢？阴谋论就是说，啊，好多人觉得老 K 早就不行了啊，现在呢大家伙都是捧杀老 K， 说老 K 的技术呢可能早就是不是顶尖了，虽然说1线顶尖有 S 级别没有了，但是呢老板也捧杀老 K， 玩家也捧杀老 K。然后呢，这些选手呢还得养着打，啊，当然我只是说阴谋论啊，这不是说实锤的事儿啊，我只是说阴谋论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我只是说别人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我只是把这个故事，就是有人这么说，啊，细听是不是有点逻辑是吧？啊，这事儿能理解吧？就是老 K 被捧杀了，压力大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意思，有时候你如果很多人说那凭啥？那你有什么利益？你输给他有什么利益啊？就是说，因为有老 K 在，赞助会变得多。能理解？可能说，
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有一个电影有一个动画片特别有意思啊，这个动画片呢叫《超级大坏蛋》，我觉得是挺好看的一个动画片，大伙儿可以搜一下叫《超级大坏蛋》。这个超级大坏蛋呢是啥呢？就是有这么一个坏蛋啊，一个外星人啊，他非常聪明，他很聪明，他呢就想要做世界上最坏的人、最厉害的人。然后呢，就他每次做坏事的时候，都有一个超人，他就打不过这个超人，这个超人就好厉害，非常厉害，他打不过。后来呢，他就用智力研究了一个把超人消灭的方法，最后呢，他就把超人消灭了，他就统一世界了。他发现做坏人好无聊啊，然后呢，他觉得没意思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还是有超人的时候好。”他就专门又做了个药水，专门找了一个普通人，给那个普通人呐，注射了这个药水，让他成为超人了。然后他跟超人干。知道什么意思吧？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。就是当然这就是故事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李本正赠送给我狼的一球子大金卡，支持我狼，感谢大哥。就是有的时候呢。这个钱是要抱团赚的，就像你现在黄老板，老黄就得抱团。我们虽然说技术都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抱团，我还请小姐姐来，我搞节目，我做效果，我做娱乐，对吧？我不跟你们这些玩技术的人一起玩，我不跟你扯，对吧？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就是在各个领域上都有东西。这个有的时候你，是吧？你如果是有这个人他的吸金能力强，大家伙知道什么叫吸金能力强吧？有这个人在就好比马龙嘛，马龙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大伙都知道，按技术来讲，马龙肯定已经是不行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老板喜欢看马龙被虐，就是有的时候呢，还，对吧？马龙后来也看出来了，所以说一定要保底嘛，对吧？没有保底我不玩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。就是说我这小鸡鸡不尿尿，各有各的道，对，有人就走的这样啊。啊，扫点血啊。不过呢，咱这追回来啊，我说的刚才第一是阴谋论，第二呢是啥呢？第二呢是这个老 K 最近确实不太行了。比如说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现在，这1年的时间，老 K 都是属于半隐退状态。有的时候状态不行了是没办法。说难听点，你老 K 下降了，难道那个河池就没下降吗？河池也不行了呀，河池也不行了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的。而且有的时候玩游戏，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恩怨。就像好比那泰森跟霍利菲尔德1番战2番战咬耳朵，现在人家霍利菲尔德跟人家泰森他俩还是好哥们儿呢，对不对？他们还是好哥们儿呢，对吧？那个时候都那样了，后来还能处哥们儿，为啥呀？对不对？像当年演电影的那史泰龙和施瓦辛格，是吧？2个人走不同的风格线路，都是硬汉。最后那不还得敢死队吗？那敢死队还得要新人，杰森斯坦达、郭达斯坦森得叫来，把那个咱们李连杰这个叫来，对吧？咱来拍敢死队，都为什么把这帮人凑一块儿啊？为啥要凑一块儿？凑一块儿赚钱呀，姐姐赚钱呀，哥哥们，钱呀才是关键呀，得落到点儿上。现在不都这样吗？现在这前一阵吴京火了，那外国的功夫电影都在找吴京，对不对？有票房号召力啊，对不对？说法的，有的人拍电影要政治正确，有的人拍电影要取悦某些观众，对不对？一样的。像黄奕虽然说是一个解说97玩97的直播间，大家伙去那都是看热闹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来看谁牛逼，真牛逼还是得看灰灰，对吧？阿生，看这个就看娱乐的，看小姐姐，看这帮人逗逼的，是吧？都风格不一样，是吧？这整性，
有好多人看王者荣耀吧？你看吧，有很多看职业选手直播的，没啥意思，对吧？太专业了，对吧？然后打的局也很高端，也不是把把能赢的，这差距太大了啊！我感觉灰灰、秦红、叶枫的比赛，既然他们被分到一个线路了，是无所谓了，兄弟们无所谓了。灰灰肯定会赢秦红，然后秦红和叶枫谁赢了都会碰灰灰，最后呢他俩都是输，算了，无所，所以说叶枫输给秦红无所谓了，谁输都行了，谁赢都行啊，对吧？我是看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是看出来了啊。有人喜欢看那个娱乐主播，那个王者荣耀里面，看什么那个就是什么德华，是吧？就是看人翻车的。现在有好多人喜欢看翻车视频，对不对？翻车才有效果嘛。最关键的是灰灰书生大战呗啊！王崽子净说大实话，那咱不说实话，来我狼直播间里面都是咱们小伙伴，我不说实话，那叫我狼吗？对不对？我说难听点，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，咱们直播间都已经200多个贵宾了，为什么今天都已经是决赛阶段，按理说会更火，只有172个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老 K， 我就直说了。你别说老板喜欢老 K， 咱们很多玩家也喜欢老 K。而且就不是说，就即便你不喜欢老 K， 就即便你不喜欢，对不对？那老 K 往这一站，那也是多了含金量。老 K 被淘汰了，就感觉这个比赛好无聊啊！啊，你看叶枫、秦红、灰灰他们分到一个线路了，这个比赛有什么看点呢？最后灰灰出来了，就不用说了。就好比咱们以前咱们乒乓球，咱们国家队乒乓球参加奥运会，为了保证能拿到金牌，有的时候故意要输的。有的时候就是咱们2个中国队会师半决赛了，哎，你晋级赛吧，你输给他，因为他打那个小日子或者打韩国的那个选手比你稳，啊，我知道你能赢他啊，但是呢，你打那个韩国人不如这个好，我建议咱们战术型，哎，你就输给他，这种事儿还少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啊。对吧？我这说的太实在了，兄弟们，有一点荧光棒，有点小赞呐、稳呐啥的，该发一发我狼，没关注的点关注。虽然说也没啥用，10月底我可能就嘎逼打了，可能我也转了，但是我现在是真没招，人有点吃饭是吧？虽然说让大家伙充点钱，我有点不要个逼脸，但让大家伙发一发这个声势上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有钱的充个钱场，没钱的充个人场吧，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？我这个人就愿意说实话，我都30几岁，快40的人了，我还怕这帮人说我还不大，我还怕这帮人说我说真话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正所谓张嘴3分利，这小荧光棒全屏了吧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的，即便在斗鱼这么如日不中天的情况下，我狼还有如此号召力，也凸显出来我狼还有点东西，别嫌钱。10月底到7在役吧。现在我看出来了，时代已经不是我这个时代了。其实我个人的性格问题，比我个人的能力问题，尤其是性格问题，已经不讨喜了。我也知道很多人都讨厌我，没什么本事，解说也一般，净搁这瞎叭叭。其实我好好解说也会，我就不愿意好好解说。有的比赛不值得我好好解说，我这么说行吗？兄弟们行吗？真的啊，这好恶心的啊 ！K 是被叶枫淘汰的啊。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老 K 是被叶枫双杀淘汰的。按理说小组赛只有1场比赛，为什么会双杀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个加赛，加赛是抢1的。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叶枫3比1赢老 K， 老 K 赢生子，生子赢叶枫，最终的3个人大分一样，小分一样，胜负关系循环套。所以说来了一手加赛。加赛的时候，阿生不演了，阿生直接双杀2位。2位呢，在打的过程当中，叶枫1比0战胜老 K， 获得了比赛胜利，双杀老 K 啊。我嘛，我真是，我说实话，但是我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说我不一定了？以前我解说是爱好，那时候不赚钱，我做的非常快乐，我也想提升自己的人气啊什么啊，这什么的。后来赚钱了，
我反而还不好好干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跟钱有仇一样。真的，我现在我知道，我人要赚钱呢，人要养活自己，要养家，要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快40了，但是不知道性格有问题。我狼就跟二逼一样，没什么区别啊。这性格就是二逼，不如那帮，不如好多，好多其他南方小伙伴啊。这个我这样的人。又是一边倒，肯定他就是赶紧结束了。今天晚上这个比赛我看出来了，赶紧打完，然后你何俊和生子赶紧打完，然后打完之后呢，这个季军赛可能就同时进行了啊，不同时进行，反正强5也快，然后赶紧就决赛。今天晚上各种7比0，兄弟们，各种7比0、10比0的，你看吧，现在才9点10分，这场比赛假如是10比1、10比2，或者是10比0。那么下一场比赛有可能就会在在9点25左右开，对吧？9点25左右，然后何俊和书生打成3比10、2比10、1比10，或者5比10等等吧。反正我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说10点10分，12点之前早就完事儿了，这11点半没准就完事儿了，真的啊。何俊不会被加成剃头吧？看情况没准儿。那这玩意儿是。大伙知道有一个心理学效应叫破窗效应，就是说很多人说啊，假如有人开挂了，还让他来参加比赛，刚开始说，但是人家就能一直参加比赛，一直参加比赛，一直有赞助，一直有赞助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不好意思，那么这个声音以后就没有了，这个叫反破窗效应啊。就好比好人做了1万件坏事儿，对吧？不是好人做了1万件好事，但是做了1件坏事，不好意思，他就废了，啊，就不记得你的好了，就记得你的坏了。但是这个坏人呢，全是做坏事，突然有一天做了还算挺好的一件事，立地成佛了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国家的人啊非常务实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国家的人非常务实，他不像西方那些国家，各种浪漫主义啥的，对不对？就好比你看那个烽火戏诸侯。那个烽火戏诸侯对吧？这个周幽王和那个褒姒是不是？是吧？这个把这个诸侯勾引过来了，然后结果是假的，为了博美人一笑，在咱们这儿就变成了历史问题。这个周天子就是大傻子啊，拿政治开玩笑，是吧？最后周朝衰微，春秋战国，然后秦始皇。但是呢，在国外，你要如果在希腊神话，在各个神话当中。说谁为了博女神一笑，为了博自己的小妹儿一笑，然后做出这么个事儿来，那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这玩意儿就是，所以说那边就浪漫，咱这就务实。你看你秦红，你灰来了是吧？你打生子真赢了，以后慢慢的就是坐实了啊。那官方也没说是吧？咱就说这意思，那就人家就是没开挂，没有。就是这样的啊，你也别说了，也证实不了，官方也证实不了，对吧？何况人家本身也有实力的啊，这个没有人家实力也不俗，有的话如虎添翼，对吧？肯定要深圳见了，我不热呀，我热个屁呀！现在他才9点，过一阵儿更冷。实力等于线下手电筒，电筒这个事儿也偶尔会失误，谁不失误？老 K 不帮长棍啊，老 K 不长棍啊，灰不下必塞直接插你眼睛啊？何时不敬一杯82年的拉菲呀？对不对？谁不失误啊？我这不是为了给他洗，这个说明不了什么。但是呢，有前科是真的有，这个不用解释，我也知道有。但是你现在你没法说，尤其像我作为公众人物，实锤不了的事儿，咱们就是能这么对吧？你怎么样呢？这帮选手说了吗？这帮选手，比如说刚才余地被剃头了，站出来，这个小子他就是怎么地，他站出来说，咱们就听他的，对吧？反正你听不着我的，我只能是这纯是思想实验啊，我可没坐实，你不要给我发律师函，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。好吧，
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那你现在就没招了，对吧？那有人说呢，你现在问他还说吗？你现在问和对吧？和老二他还说吗？对吧？你现在问他敢说吗？对不对？没法说了吧？那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对不对？Round one, ready go. 林红说行。不是你指名道明说的，咱们不讲以前，咱不是说现在吗？大伙听一晚上了，知道我这个人嫉恶如仇，但是咱们不能没有实锤的事不能说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人家何池说他开了，那不是以前吗？咱们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啊。就即便他现在开了，你证实不了啊。你比如说现在大伙都知道他是个杀人犯，你没有证据，你最后就要无罪释放的，他是人渣没有意义的，懂吗？懂不懂，兄弟们？这个事儿怎么呢？第一，人家主办方考虑这个事儿，我就邀请他来；第二，平台检测不出来，对吧？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啊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有生子的哈，有生子的这个比赛呢，有热度。现在不是老 K 的时代了，现在是生子的时代，兄弟们，现在是生子的时代。这个七龙珠里面有一个人叫撒旦，是吧？啊，有个人叫撒旦，然后那个谁，然后那个一拳超人里面有一个叫 King 的，都是没有实力，但是呢，大伙儿都脑补他非常厉害，是吧？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。有人说这，那你对吧？我发现，假如他无论是开是没开，我只能说一句话：有生字在，流量就在，就跟当年的这个叶枫跟何池一样，有流量在才会有争议，老板才会有钱赚。老板赞助比赛为了什么？有可能是做广告呢。啊，当然我说这啊，所以说老板又没说带不带，参赛的选手没有抗议的，说有他的比赛我不来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搁这叭叭的，哎，还邀请人来参加比赛，参赛选手如果你硬气一点，对吧？有他的比赛我不参加，都逼你来吧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说明这些选手也认可，对吧？说明这些选手也认可，或者说是不可，就是不能不认可。我要赚钱，我胳膊你们过大腿，对吧？我不播，他下回他就不邀请我了。我得吃饭呢，我就是演，我有点演呢，我挨揍我有点认呢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赛不用解说吧，兄弟们，我不解说这个比赛，还有刚才生子7比0的比赛，还有灰灰小鸭的比赛，还有秦红叶枫的比赛，我不解说其中的技术，大家伙可以支不支持我吧？我就说这意思。很多人说你老他妈说自己解说，你解说个粑粑，你说啥呢？你这粑粑，真的没有必要解说。今天这个比赛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最应该解说的是何俊和自信，但是他俩同时开始，我没说上，我没说上。对排第二的就是灰灰和小鸭了。这个我有点承认啊，灰灰和小鸭的比赛其实也还不错的，只是我有点上头了啊，没好好说，这个赖我。有两种不说，这不说那不说，对吧？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，这个你会发现有阿生，就有流量。对吧？有流量，不量至上啊。像那些那个综艺节目啊，什么王牌对王牌啊，什么爸爸去哪儿啊，什么这个那个这个的，他为什么每次邀请嘉宾都得邀请特别火的嘉宾？
他怎么不邀请小狼去？他怎么不邀请我隔壁扫大街那个王大爷去呢？你邀请他去的没有流量啊，他为什么不找那些3、4线的小演员？为什么不找他去？没有流量啊，为什么找丁真去？对吧？那前2天那个叫什么？那哪儿火了？那个哪个城市啊？是菏泽呀？是啥呀？有个火车站有个唱歌的火了，对吧？有流量就是流量。像前年吧，辛吉飞是不是？辛吉飞做那个食品，就是他老食品安全焦虑的添加剂，那个三花淡奶啥的那个，不也是吗？有流量就摆在这儿，你流量就是吧，就是有用。管怎么地，你管这个人是咋地的，他就能赚着钱，就能把收视率就能上来，你好吧？吃多了都会反噬，管你反不反噬的，我先吃了再说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要赚钱。我在黄金时期的时候，我能狼不少钱。我说难听点，兄弟们，大伙不要瞧不起我小狼。现在你瞧不起我，我也瞧不起我自己。但是想当年我确实有这个事，可是我从来没狼过大伙钱。我唯一几次有点嘚儿的就是我卖蜂蜜卖的贵，价格有点贵，因为我包不了邮。我们那个地方确实啊，邮费太贵了，大山里面运出来，所以说我卖的贵了一点，这是确实是。第二，再有一点是我开私服，不小心我数据没做备份，私服的那个那个数据库丢了，大家伙装备全没了，我只能公开道歉，我还不赔偿，哎，你怎么办？是吧？好在所有的小伙伴都能理解支持我，毕竟是个私服，里边的东西也卖不了钱，大伙儿也就那么回事了，啊，甚至还有小伙伴说，你有机会你再开一个那个版本挺好玩的，那都是2014年的事了，对吧？我也还有我在直播间里我挂过，有点卡了上半天，还有我在直播间里挂过那个网络招聘，其实那是骗子，我挂那点我都特别有意思的，我说网络怎么地，括弧是骗子不要点，这个钱我都赚过。我也是挺不好意思的，确实是啊。啤酒小零食整起来爱看，整起来吧，整一点啊。哎，人不就是这样吗？有的时候人会失去理智的。我还好，我能做到人间清醒吧。但是吧，就因为我这个逼样性格，我不坏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坏人。我肯定是做过坏事儿，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纯坏人，坑不了人，我就只能这么说。然后吧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唯利是图那种人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所以说现在这个下场呢，目前来看啊，微微有点凄惨。正所谓人挪活，对吧？树挪死，对吧？树没有皮必死无疑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没敌。但是我不想变，觉得变了就不是我。走海先走后再说吧，而且这个项目也没有意义了。现在97谁管你狼是干啥的？我不知道你狼是干啥的，搁这叭叭的，对吧？人现在是走娱乐风向的，像那个在那个某音上是吧？有老黄团队的，还有一帮人玩那个什么毒蛇版的啊，毒蛇版的，还有那个什么大个什么的啊。这个还有那个专门以前老模仿拳皇97什么火影忍者里面那个 P 哥是吧啊？一看他以前都听过我解说的啊，我都不用说的啊，挺多人。我打开 B 站，我关注了好多人，我发现哎，怎么他也关注我？哦，我发现原来都是看我狼视频长大的，真的啊，真都是好多这样的啊，好多这样的，还有那些三国杀几十万粉丝啊，还有那个音乐领域的主播啊，好多人啊都关注我。他说我从小就看我狼直播啊，看我狼做视频啊，都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。未来做啥不知道了，真不知道了。我现在只想吃饭，我现在只想养家，但是我还想体面一点，我不想赚人渣赚的钱，知道吧？我觉得赚钱要堂堂正正的啊。这个，但是呢，我有点拖延症，性格上呢有点软弱，有点讨好性人格，有点老好人那种。我吃点亏。啊，只要不让朋友、不让兄弟们吃亏就得了，我是这种，所以说就比较嘚儿的啊。齐齐哈尔有什么玩的景点？齐齐哈尔景点就一般了。作为黑龙江省最早的省会之一啊，你可以去看看齐齐哈尔。我要去齐齐哈尔是为了吃烤肉的啊。齐齐哈尔吃烤肉，
不要去那些网红店，去老店。我想站着把钱挣了。好，比赛呢还是有条不紊。但是结局呢，大家伙已经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啊。卖彩纸，卖啥彩纸？就你现在的节目，挂个小风池，月入过万不是问题。试一试吧，能到了新的平台、新的环境，主要是我没有热情。我如果能激发出我的热情来讲就好。对吧？能激发出我的热情，我基本上我做什么都能做好。我这个性格是，就好比很多人说减肥啊那么难，怎么减的啊？其实减肥都知道简单，我能坚持。好比就还有一些别的啊，这都可以。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只要我认准了这个事儿，并且可以实施，并且呢结果呢已经是显而易见的，我绝对做的不能说比任何人都好，啊，肯定是不错的。好，这个比赛反正也就是这个秦风辉三人帮他们仨的比赛吧，反正你看一看就好了啊。咱们这还是要看何俊书生的啊。有没有可能何俊把书生给这个 KO 掉？这个是第一个看点。第二个看点呢是这个，如果书生赢和灰灰打，书生能不能夺冠？能理解吧？啊，小狼传媒怎么样了？小狼传媒在这个月的月底之前，我就要去注销掉，我给它注销掉了，我干不下去了。最主要的是，第一是注销掉啊，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我也没干什么别的。第二呢，我这个房子也正好也要到期了，10月底到期，正好你看啊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冥冥之中啊，自有定数。我合同是10月31号到期，我的房租也是10月31号到期，就这么巧。啊，就这么巧，你说巧不巧？当然，这一个阶段的结束啊，可能是新的时代开始，新的阶段可能会开始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到10月底的时候，可能有一条新的路可以走。正所谓，男人事业在40左右岁的时候才起步，也不算晚，有可能是正值壮年，也许可能是事业的第二春啊。反正大家伙儿能记住我这个人就好了。啊，之后怎么打算？这玩意儿怎么说啊？小狼传媒变成小狼机，别扯！你还想跟本山传媒掰掰手腕子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以前说我要成为东北最大的传媒公司，超越本山传媒，就好比我参加高考，我要考上清华北大一样。纯纯傻懒的一型选手啊！嘉生传媒，嘉生传媒是。这个咱们就控制控制，不是漂亮，刚 CD 直接跟一个飞天，包哥不生气，要结婚，82年了，不是82年的可日可乐嘛，82年的可乐啊，反正我真性情吧，我觉得跟大家伙真性情稍微好一点，有的时候吧，人总是在演戏。吧，有的时候都在演戏，演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，好无聊啊！活成自己，到时候这个23级狼牌子没有用了吧？其实早晚都会没用的，就好比 QQ 号，现在5位号，这1位号也有什么大了，对吧？这基本上就是这个。未来汽车再更新换代了。可能车牌号再好也用不大了，现在都是2维码了，对，到时候可能都扫脸了，是不是？完完全全干什么都扫脸。谈不上用不用，这肯定是要感谢各位小伙伴的。我未来也未必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。这时候人生未来会怎么样？哎呀，看看
已经是最后的时刻，不知道能不能给个机会，对吧？再来一局。到期。老狼，我撸串了，该你了。我撸啥串我都撸不起。现在，非常的嘚儿啊！啊，今天你感慨良多。借着这个事儿，借着这些事儿呢，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，说破无毒，这是排毒阶段。人不对吧？人不逼自己一下啊，对吧？人不把自己逼一下啊，是逼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没梗了，有梗。我跟你说啊，有的时候人造梗没有意义，都得是随着你。我直播的时间也少，这么说吧，我这一个月一共直播多少天？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这个月已经16号了，我这是直播的第5天，这是我第5天直播，想想。然后在5月份之前，5月1号之前，这一年我没直播过，对吧？那还要啥梗啊？你常年在这儿来，梗才会慢慢冒出来。而且你人造梗没有意义，你创造梗，你点就是无意之间创造的梗啊，才会经典。啊，有意创造的啊就不行，这叫对吧？有意栽花花不成，无意插柳柳成荫，对不对？伊哈尔景点刚才我说过了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有什么，我只知道烤肉。怀念我以前卖蜂蜜，那个时候也是。好，能让阿琴到5分，对不对？能让他到5分啊？那以后再说吧，要不直接带货吧？直接带货，反正很难想象我带货我是什么样。我口才是有的，我是口才也是人才，但是呢，我的这个智商般，正常人嘛，智商大概是在100左右啊。但我的情商可能略微有点负，啊，有点负，再加上性格特别鲜明，或者不太适合说，啊，容易跟这个弹幕急眼，不小心被举报了，就直接就凉了，做不好了，而且有的时候说话都得注意。很多小伙伴不是刷礼物了，是不想给斗鱼抢。来，二维码，来，扫个二维码，我把我那个微信、支付宝红包。说的有道理，番茄哥说的是有道理，但是现在你看啊，我这个合同签到10月31号，人家就是明摆告诉你了，不放，我巴不得欠你10年，太难了。好在啊。再难过，如今10月31号也好过了，爱咋地吧，对不对？我不来的时间斗鱼发生了，我早就看到了。我为什么会不来？如果要是我像以前一个月能赚几万，不是几万没有啊，但是1-2万肯定是有的。我要能赚这种养家糊口的钱，我也不至于。我就怕往里搭上钱，这其中的内幕难道我不知道？早就删到了。我这种人，我这种钱我赚的不消停，我赶紧我就赚不了。很多人现在为啥回来了？我发现人家也不跟我撤呀。我以为我还问他，我说我合同到期了，我可不可以直接就，对吧？我能不能咱和平解约一下？就是你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工会也行，咱仨，哎，我不给这儿了，行不行？人家说我签你，我又不给你钱。我签你，你不干活我不给你钱，你干活规则我定的，我还是不给你钱，因为你无论干得多好，这个钱，你明明按照是吧？按照就他老朝令夕改，那就没招了，那怎么说呀？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让，哎，你想和平解约不行，不能够，要不你给我点钱吧，啊，给我点钱，你直接违约得了，你给我违约金，怎么说？很多人说那签约不霸王条款，那怎么了？有的人用法律当武器，不很正常吗？以后在哪里能见小了啊？
先加微信，加微信群啊，加到微信群里以后就有机会了啊。